路上小心。等我电话。好。啊，等一下，一天3次打电话太麻烦了。是不是耽误你工作了？打电话的时间我可以调整。我们都结婚了，随意一点。你想找我的话，提前说一声，我如果方便，我们就通话。知道了。再见。再见。石小姐啊，这个时候拿垃圾袋下来丢，也没地方收啊。您记错了，垃圾桶啊6点才送过来。是我记错了，我先进去了。嗯。今天这首歌听起来很应景啊。相遇那天，定格时间，是你微笑的眼，让喧嚣世界退一遍。每个瞬间，刚刚应该给他一个拥抱。浇灌了往昔的疲倦，抱一下就好了。惊醒你的出现，他应该也想我抱他。爱是一点，归程是别，吻过漫长。我为什么不直接送去机场呢？应该改签一下时间的，至少和他吃顿饭。至少还能和他多待一会儿。用同样热烈的今天，给你我的尽这一切，感谢你在身边。小陈啊，有个事儿我得告诉你。11有个追求者叫王英东，据说是业内有名的才子。作为过来人，我得告诉你，长期两地分居不利于婚姻稳定，尽早回来，小心太子被别人追走了。你又没结过婚，从哪儿得来的这个经验啊？嘿，没说年轻时候比你强多了。我谈过恋爱。你呀，就是运气比我好，碰到了时宜，要不然，我看你没人要，不对吗？对，我这性格的确是不适合结婚。不，你不适合谈恋爱，结婚是最优对象。希望他能跟你想的一样。情敌在，不能掉以轻心啊。你全吃了？嗯。难过啊？为什么？你婚宴不顺利啊？你们家和他们家当面吵起来了？还是他妈妈又刻薄你了？订婚宴取消了。哦，不难过，不难过，哎，咱不难过啊！哎呀，那个破
化学教授，凭咱们美貌，分分钟给他找10个回来啊！哎，真的是。干嘛你？忽悠我啊？我结婚了。啊？准确的说是领证了。哦，怪不得那天。就是那天。可以啊，你们俩牛啊！我到现在还是懵的，我还没告诉我爸妈呢。没告诉他们。周生辰说等他出差回来和我一起去，比较正式。倒也是，你们俩一起回去解释比较好。哎，我真的想知道，他到底做了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，能让你愿意立刻领证啊？没做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因为不特别，甚至有点笨笨的，才显得特别真诚。我当时特别乱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强烈的预感：如果不答应，一定会后悔，后悔一辈子。恭喜恭喜，已婚少女！哎，我晚上再回来慢慢跟你说。我们现在去趟超市，我刚看冰箱全空了。你这几天怎么过的？无论我怎么过的，都没有你这2天精彩啊！给我看看，这么大黄钻啊！已婚少女，你们俩这是把螃蟹当儿子养呢？螃蟹吃的比我都好。说螃蟹养了又不吃，养来干什么呢？说螃蟹喝酸奶吗？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哎，我把你当成我朋友了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怎么不告诉我？害得我尴尬死了。叫你了，你没听见？刚把一个男的当成女，我有个巨尴尬的问题，我气死。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，螃蟹应该不能喝酸奶。啊？哎，那个人从超市出来就一直跟着我们。对。你在超市到底和他说了什么？不是，我就问他螃蟹喝不喝酸奶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。好巧啊，你们也住这儿啊？你们别误会啊，我不是跟踪你们，我在这儿租了房子。拜拜。拜拜。他不是真住这儿吗？走吧。哎，真的。After receiving a marriage message from someone, we moved away and there is a surprise in the bedroom. I wish you a happy wedding.
大哥，为什么不让嫂子给你带上？我不想连这种事情都要求他做。这不是要求，是浪漫。也许某一天，他看到我已经戴上结婚戒指了，才是浪漫吧。还刻字了，4月初7。将爱缠绕指尖，默默许下许愿，再拥抱几个永远，不会改变，用同样热烈的今天，给你我的尽这一切，感谢你在身边。赶紧擦擦。哎，你40度的温度不开空调，你不怕中暑啊？这2天空调坏了，杂音多，所以只能关了。过去没空调的年代，前辈们不是照样这样过来了吗？你那个科学家未婚夫，已婚。对，是已婚了，有什么分别呀？领了证立刻2国分居。有啊。合法啦？那你合法占有人家了吗？从心到身。你小声点啊。好吧，那我问点正经的。他这2月干嘛去了？去做金星地表的微量组分和半微量测试分析。欺负我听不懂哦。你听不懂正常，我胡说的。说实话啊。我一直不知道你喜欢上的是一个以人类发展为志向的科学家。这种人对男女之间的事情看得很淡吧？可能吧。相处起来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啊。都聊些什么呀？什么都聊啊。从人类发展起源开始聊起啊。哦，还聊直立人是如何消失的呢。哎呦，佩服。不过他恰好是我最喜欢的一类人。过去我看历史题材的东西，就在想，如果我生活在古代，一定会爱上一个心怀天下的男人。男人啊，总要做些事儿和名利、爱情无关，天天谈情说爱的不太适合我。天天谈情说爱我也不喜欢。不过我喜欢没有野心的男人，喜欢家庭啊，喜欢小孩子啊。总之一句话，婚后主内，帮我照顾好家庭，可以让我放手干事业。你确实适合这种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家里有事。是娘家有事还是婆家有事啊？你猜。肯定是婆家有事。哎，恋爱的女人。林叔，您在车里等，还有空调，外面多热。岁数大了，不怕热。走吧。谢谢。这一片准备种点什么呀？种薄荷吧，这里离客厅近，种薄荷防虫。哎呀，等这星期家具都搬进来啊，就差不多了。老太太给你的。什么？她不肯买，都是自己亲手剪的。我跟她解释了，说等婚房装修好了再用，现在用啊也浪费。不过等搬进来都不算新婚了，贴着会奇怪吧？哎，没办婚礼呀，你呢还是11小姐，等什么时候办了喜宴，贴了喜字，再承认他是你先生。好。看着他结婚呐，
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。谢谢你接受它。您这话说的，好像遇不到我，他就要打光棍似的。他这人呐，毫无情趣可言，也就你受得了。我觉得挺好的。在我心里啊，他就是半个儿子，你也一样，半个儿媳妇儿。我总想能为你做点什么，弥补他不能陪你的时间。赶巧了，我这2个月特别忙，幸好他不在上海，否则他独守空闺，我还过意不去了呢。还是你懂事。我去看看他忙得怎么样。小玉买了一套精装房，这个月底搬新家。你回来的话，我把她的房间收拾一下，改成书房，卧室还是原来的样子。那边刚装修完，至少要晾1年才能住进去。平时没事，睡觉不行，对身体不好。还好我有现成的房子，可以先住我这儿。喂，断线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只是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又没说什么。你在跟我讨论我们住在一起。不该讨论吗？不是不该讨论，我只是在想象。你千万不要误解我这句话啊！我的意思是，我在想象我们住在一起的生活。我又没误会，你解释干什么？我下周会参加国际空间的会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提前过来。等会议结束了，我们一起回上海。你那边的工作结束了？彻底结束了。你给我看一下签证和工作表。申根签还没过期。连上周末能再休2天，一共休4天。周3白天到上海就行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一会儿给你订票。晚安，你那儿的晚安。晚安。求生者，开门！求生者！怎么了？帮个忙！喝醉了。周征辰，我也不知道他的心事住哪一家酒店，只能把他送到这里来。是，他结婚了，不好单独送到酒店去。不好把他单独送到酒店，你送到我这儿来干嘛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不会是把他扔到外面去？万一碰到坏人呢？哎，好好好，把他留在这儿可以，你也要留在这儿。行，扶他去房间吧。慢点，慢点。弗兰克，你扶我房间去干嘛？